9点钟上课，再待会儿。消防课还没来啊？好，行了。我先问一下，哎，你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啊。那个什么，那个上次说的那个就是地下车库哈。地下车库那个，您一般是就是做那个诱导风机和做那个风管的那种的话，一般跟那个层高的要求是怎么个要求？就是层高如果就是还是按那个。就是如果是那种独家楼带的话，独家楼带层高不是4米嘛，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诱导风机。诱导风机。
然后框架梁的话，只要基本上满足那个梁下有2.8米的距离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个可管。2.8米哈。那要是它有个600的安装层嘛，我们单位是给的留着600的安装，就是这个。600安装层，那就是说要做到2.2米。哦。我们就上课吧。今天呢，讲的是一个较高层的酒店。这个酒店呢，标准呢大概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现有建筑的改造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总体上讲还是功能什么各方面比较全，比较有典型性。它呢是总共是11层，但是它标志12层，因为它是香港的酒店管理公司的。咱们先打开这个1218的建筑平面，看那个可见上啊，先打开一下。先看一下，它总共是11层，地上11层，地下1层。因为是香港的有限公司，所以它这个上面没有4层。1、2、3、5、6，所以它标上来的话，11层实际上就是它写的12层就是第11层啊。虽然说这个层数不高，但是实际上它是11层，31层做法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有的人说这个超高层的楼的话呢，就有一个压力的问题，然后是不是需要2次泵啊，或者是在那个什么，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设备层啊，它要做2次泵啊。因为以前我们做过有一个无锡第一上海，这个就是希尔顿酒店，它是100米高，就是33层吧，还是30层高。当时呢，一开始在设计之前跟当地审图的人呢也沟通过，跟当地的那个相关的专家也都沟通过，他们说一泵到底没有问题，就是一次泵，一泵到底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呢，本身系统设计呢也比较简单。第二呢，就是说从我们这边讲嘛，就主要就是有一个考虑，就是一个冷水机组的承压问题。这个问题呢和那个以前我们做的上次讲的那个超市在冷冻机房的应用上是有区别的。那个呢，我们做的时候是冷水机组前面水泵是压入冷水机组，这个呢是压出。虽然这个本身这个项目是用不了压出的哈，但是因为它毕竟矮嘛，但是呢，这个我们做的时候还是按照压出来做的。就是机房这部分，我实际上机房这部分是原有的，我呢是专门自己就改了一下，为了讲课方便嘛，就专门改了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区别呢，就是在于哪呢？在于消防的防排烟上。消防呢，楼梯加那个就是那个防烟加压送风这方面。现在咱们这个呢，这种一般的小高层，就是单独的，就是从顶上加压送风下来，或者从底下加压送风上去。但是如果坐在底下的时候，应该做什么电动阀，就是连锁。如果风机启动的时候，就是打开，风机关闭的时候，这个电动阀要关闭，有这么一个较特殊的区别。但是超过20层吧，大概是我记不清了，好像是20层，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上下同时做这个加压送风，这个要注意，有一个层数的限制啊。看一下啊，37页，在高规啊，因为这是高规，37页上，我看一下啊，
层数超过32层的高层建筑及送风系统及送风量应分段设计啊，这是在高规上，在上海的规范上又不一样。上海规范上是20几层，因为这个建筑是在上海，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海那个防寒烟机的规程。这个大家注意，这个设计是按照上海做的啊。另外呢，这就是高层和小高层，我们现在讲的和以后如果大家遇到的30层左右的这种房子，这个有区别的地方。除了这些区别以外，就基本上是这个通了，那个也就通了，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图的这个图的这个先看一下吧。地下室，这个制冷机房，它这儿有一个制冷机房，这个制冷机房呢是在室外单独的，这个机房是在室外单独的。我看啊，对，它这是单独的，它是一个单独的室外的一个制冷机房。然后和这边呢，它是分开的。然后这个是1层，呢，这边是看一下哈，这儿就是这个大厅的主入口，酒店的大堂，这是酒店的大堂。然后从酒店的大堂，大家可以看一下，想象一下啊，这个怎么样走的？这儿呢，一进来以后往前走，这个地方就是大堂经理室啊，什么前后勤的这个前台啊，这些类的地方。然后看一下层高哈，5.1米，这个地方一进来，这就是一个5.1米高的一个这个大厅。然后拐过来以后，这儿是一个走廊。走廊过来，这儿又是一块，这一块呢是大堂的酒吧，以及这个就是酒吧的这儿的这些服务设施哈。再往这边走，这儿有一个楼梯，这是一个装饰性的楼梯。这个楼梯到哪儿呢？就是上到这儿，上到2层了。这是一个敞开式的装饰性的一个楼梯。然后从这个楼梯前面过来，这一面呢是一个西餐厅，虽然也是一个大空间。这边呢是西餐的厨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进来这个大厅头，整体看到的是一个 L 型的这么一个感觉。这边呢，就是从另外一个入口进来的，就是会议功能的会议室。然后这儿有一个什么呢？叫副草房，这是储藏室和副草房。副草房这是供上面的酒店使用的。然后看下面这么一直过来，一直这么通过来，这个地方是会议室，然后它这儿跟这个西餐厅是连接起来，然后它的这个地方也有一条走道贯通，这儿是一条走道贯通的。贯通的时候呢，中间这个是核心筒，这块是核心筒，这块是核心筒。然后它的卫生间都在这个核心筒这个地方，这就是1层。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然后顺着这个楼梯，还有几个楼梯呢？这是第一个楼梯，就是这边这儿是第一个楼梯。
这个楼梯是往上走的，看到吗？就是这个楼梯也是往上去的，这个楼梯也是。这个楼梯是哪的？一个上一个上。这是下的，这边是下的，这边是上的，对，这边是上的。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呢是在我看啊，是上到这个地方的，它不是往上的，它就是到这儿的，这儿是1米嘛，对吧？这是1米，到这儿，管井检修的，对。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也是这边是下，这边是上。这边有一个楼梯，从这儿，这个是下地下室，这个呢是上，这是1层啊，大家看一下2层。2层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局部的挑空，其实这样没有什么影响。刚才呢看到这个楼梯哈，大长的楼梯，这样能上来。上来以后，这地方是防火分区的。上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是中餐厅，这是中餐厅。这2层就是餐饮了，2层是中餐的一个餐饮。然后这边呢都是餐厅的包房，这边都是餐厅的包房，这都是包房。这个地方呢就是酒店的办公了，这地方是酒店的办公。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会议室的1楼那个会议室的挑空的地方，这儿是局部2层。这边呢就是中餐的厨房，这边是中餐的厨房。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你看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中餐的厨房，你看有多大？面积是220平方，看一看它这个餐厅的总共餐厅的面积有多大？868，实际上就是1/4的面积就是餐厅，大概1/4的面积就是餐厅。那么如果以后就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写个出就是这个写个方案啊各方面的话，你这个比如说在这片以后是预留的是中式餐饮的一个大的餐饮，那么大概的这个概念上，厨房的面积大概就是1/4的样子。那么你估算你的这个排风量啊，还有这个风景的预留啊，等等各方面，大概你的这个面积知道的，这大概你的这个排风量的这个数啊，就大概能有一个估算吧，这样能有一个估算。大多数项目都是这样使用的。
大多数项目这个只是说在那个方案的时候的一个办法，一般实际的时候呢，那个还是应该算，因为你的灶台啊什么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厨房的面积，对，所以有的就说办公啊、商场这种也是按这个来说，那个不行啊。我说的就是大的这个中式餐饮，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种大型的消品贸易这种，就是像什么万达呀什么的这种，或者是像这种一般盖出来世贸啊这种，它大平层上有这么一大块都是说做中式餐饮一个大的一个饭店，那你它会让你一开始有一个估算，那么你就先有这么一个数量的概念吧。你包括它要预留竖井，包括它要预留一些井管道的位置，对吧？你大概都要有一个量。这是2层是一个中餐，3层呢这块原来实际上是空的，现在呢它等于也是一个宴会厅，也是一个中餐的宴会厅。现在看着啊，这是储藏室，这是中餐的一个宴会厅，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服务性的，这块是室外了，这是屋顶了，屋面这块都是屋面了。然后这个地方隔开，这边呢，这个餐厅归属呢就归属到了上面这个，完全归属到了这个酒店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饮上了。所以它的这个流程呢是在这边，便于这个酒店的人使用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呢是出租的一个大会议室，这是会议室，这是会议室。这边呢就是酒店这样的这种标准间，一个长长的走廊。因为当时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块不知道通怎么回事没了，门没了，大家反正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有门的哈，这都是有门的。这个地方啊有门，我试过找不到了，因为这个时间长了，这个是08年的项目了啊。这个地方，这个前室是没有门的，这是没有门的，因为当时设计说这个前室是敞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敞开前室。然后再往上看，这个都是屋面了哈，这边就是开始就是标准层了。这个地方是贵宾会所，然后走廊 L 型的一个走廊，走这样，这些都是啊，都是这个住的地方，都是房间了，上面都一样。这边就是标准层，有一点小区别，现在上面就是标准层，这个是标准层，区别就不大了。这边是一个套房，这是一个套房，然后这边的都是标准间，这就是一样的，是套房，然后标准间。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香港管理公司的来管理的，然后有好多东西呢也是参考了他们的这个要求来设计，包括空调的这个冷复合呀什么的。它的冷复合选择到也就是160，要是我们自己搞的话，至少选到一般都在200到250之间吧。空调单位面积的能指标，我们至少要选到200以上。实际上，你要是通过计算软件计算，160也肯定能算还富裕，160也富裕。你算下来以后肯定低于160，但是我们不敢，你知道吧？因为你做起来万一不热，不冷算谁的？这个东西最后设计的时候不要太就是出呆子气吧，别到时候我算下来了，最后人家不跟你讲这个理，人家说那我这不热，你给我我这不冷，你给我想想办法呗反正是怎么回事你再跟人说什么你这个什么墙薄窗户不好，你再跟人讲这些道理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看效果看疗效咱们不看这个东西。
做的结果上来，结果可以啊，因为他提了，他是酒店管理公司，他提了说够，那 OK 做下来，我们只要尽量做就行。如果不够，我们是有依据的，就是说他说过了，那是有依据的，这个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依据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质量、建筑质量，包括竖井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一般都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做风管，在竖井里做风管的，一定要做风管。然后如果没有风管，做不了风管的，风量一定要加大，一定要加大。你不要给他省这个钱，省钱最后出了问题的话是很难受的。就是说，把它的漏风量还有它的井壁的粗糙充分的考虑到，一定要充分预留这个东西。有风管嘛，就稳定了哈，你就知道心里有个底线啊，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风管，你这个光一个竖井的话，真的是不知道它漏在哪，找不到的。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房子现在已经看好了啊，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的步骤来做一下。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地下室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它是有的，但是呢，这部分我考虑以后做成流程作业大家来做，因为这一块呢是属于他们后来自己负责的，我们呢只是从地上基本开始来做，包括冷冻机房什么的，我们当时没有做，但是冷冻机房的我后来重新的又搞了一下，这个到时候我们正好来一起做一下，从头开始咱们好好做一下啊，来做一下。现在呢，我这个图拿过来一张建筑图，我已经准备好了，对吧？先把它这个图怎么样处理它呢？你拿着一张建筑图，先把它处理好。建筑图打开以后，然后保存。我先把它简单处理完，然后另存为我把它放桌面上吧。PM 建筑图面啊，然后保存。好，已经有了。现在就是这个图现在已经叫 PM 建筑图面了，对吧？然后再另存 NT， 现在就是 NT 防排烟。我现在这张图就是作为防排烟的设计的，先做防排烟设计。我们先考虑的是防排烟设计，第一步先考虑防排烟的设计，对吧？在这时候呢，现在这个图里面这些东西，我打一个例，删掉 SIF 外部引用 PM 建筑图面图，看到吧？好了，这张图呢，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外部引用的图。这张外部引用的图呢，我们拿过来以后，
画就画在这张图上。以后如果建筑图会中间有修改，他修改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新的建筑图，比如拿过一张，这是假装哈，这是一张他又新的一张建筑图给了我，他改了，那么我就把这张图另存为就是刚才这个 PM 建筑平面，我再重新存这个平面图，我把原来那个覆盖掉。建筑图呢，它画的时候肯定这个点参照的插入这个点，它不会再动了。建筑的如果它是正经专业的话，它这个图平面图原来怎么画的，它改会在原来这个地方改，不会再动了。你重新插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命令插上以后，它就还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你在改的时候呢，同时呢，你呢要把自己这个图层的颜色要改一下，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黑一些的颜色哈，这个比如说249的样子哈，然后确定，只把其中的一些图层呢留下来，比如说这个 text 哈，这个我们是白色，对吧？墙我们选择白色，对吧？这个墙我们选择白，这 wall 就是肯定是墙嘛，它要画的话肯定是天正画了，对吧？然后你如果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城市，那也没关系。你看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东西，我把它我改成我自己的颜色。然后这个建筑平面上的参照的，看啊，这个建筑平面参照，这个后面都是他们那个参照图上的，包括这个这样，按照康复键选，然后这些把它都改成白色。窗户和这个我一般喜欢蓝色，玻璃嘛蓝色，然后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把它，然后包括这个标注的这些东西，我都把它改一下，改完以后点一个确定，看见没有？还是有些地方没有改过来，没有改过来怎么办？点一下这儿，我看一下啊，打开原来那个图，我们看一下这哪些层。old 这个 啊，凡是写着 window 的 wall 的这些地方的，咱们都把它改成白色。防火卷帘这个地方，我们为了醒目一点，把它改成红色。这种台风啊、设备啊、烟罩啊，这都现场看的时候再说了，不用管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VAC， 这个的话，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颜色来设置。然后点确定。现在呢，墙什么的都有了，然后看一下啊。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墙你看看这是。我弄。等一下啊，这个刚才好像有点问题，是这样的，打开以后，把它这里面参照的部分要改一下，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等一下啊，看。把这部分参照，从这儿开始 ，PM 建筑平面开始，后面那些不用改，就是把参照的部分，然后把其中的一些层踢掉。刚才我是讲的不对的啊，刚才这个注意点，现在是应该是这样的。daughter， 然后柱子，然后这个，凡是看到墙和窗和字这几个字母的，大家都注意点，然后把它留下来啊，不要动，然后剩下的都把它变成这个。变成一个深色吧，250色也可以了。这样的，这个图的话，这样看的话就比较清楚一些。这样的话，画图的时候比较清楚一些。然后呢，我看啊，好，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墙是比较清楚的了。然后里面的东西都是暗显的，包括这些地方该有的地方都清楚了。然后这张图就是可以作为存档，就是作为你画这个排烟的这个，就是作为排烟的这个底图你画。以后你只要你覆盖那个 PM 排烟，那个 PM 那个建筑平面，你就会这张图上同时，你就不用再重新绑定，都好了。而且那张图上它不管颜色什么的怎么变，你这张图上永远不用变，你就变这个。有的人是变那个底图，变底图的话一次变，你变完一次再变一次再变一次，会很麻烦。这个的话一劳反正容易，就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这个。这个建筑的话，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我现在第一步先看什么？先想什么？这个房子是用哪个规范？是高规对吧？然后是上海的，那应该是按照应该是按照上海的防排烟技术规程来做。然后呢，就是说空气的这些什么，就是这个气象参数啊什么的，然后去翻那个暖通的那个规范，就能查到。然后里面空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空调的温度、通风的温度，这都有了。然后呢，就是甲方的要求。甲方什么要求呢？他这个要求就是：第一，排烟要通过消防部门的验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这个空调要满足酒店管理公司的要求。
第三点就是说，它这个空调呢，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等于是挂3星准4星，挂3星，但是按4星的装来做，总体上讲是2管制的，就是冬天供冷，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一个东西。但是呢，在局部的一些房间和一些高档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它局部要求在冬天供暖的同时，因为它会有人员密集的时候，在冬天供暖的同时能够同时供冷。局部房间包括餐厅宴会厅这些房间，在冬天供暖的同时能够同时供冷，它有这样的局部要求。所以呢，我们做了局部的4管制，酒店客房纯粹就是冬天供暖，夏天供冷，就是酒店上面的标准，什么酒店客房都是按照这个来做。一般来说，只有5星级的酒店才会是4管制，冷热同时供。一般4星级以下的都是2管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大概要画哪些图？初始目录、设计说明。前面呢我已经讲过，把防排烟的把它放在前面，便于消防在做消防报建的时候，你的别的图可以先缓一缓做。消防报建你要先报的，报消防要先报的，所以的啊，你把这个消防的图纸先放在前面，把消防图放在前面。然后呢，后面才是空调的图。空调的图呢，一个是材料表，然后一层的先是风管图，然后呢是水系统流程图，然后是水管平面图。当时这个是水系统流程图放在这儿，其实水系统流程图的话，可以往前放或者往后放都可以。我们一般都是往前放，然后你看这是水管的图，最后呢就是材料清单是最后，材料表放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好像还不是，这个是这个它的要求是这样的，我们以前的材料表是单张材料表，它这个要求是一张图上专门材料表，这也是这个他们的要求。我们的材料都是单张的，都是这么大一张一张那种小的 A4 纸，那个 A4 纸的小材料表，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材料表。它这种材料表呢，也有个不好处，就是你改的时候不大好改，一大张图，你可能改一个设备，然后你整张图出好大一张图这样比较讨厌。我们都是出小的这种也好，而且也给他们那个人家那个是采购部门什么的也好拿出来这么大一张一张都是这么大一张一张的，人也好拿。你给他采购部门，他又不看图，他就是去买东西的，你给他给他一张图纸这东西感觉也加在别的文件里头，感觉湿湿冷冷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排烟消防部分。消防呢分2部分，一个是防烟，一个是排烟，对吧？防烟呢主要是楼梯间的这个防烟呢，我们先看一下。
上海的规范，咱们先看一下哪些地方要做。然后是房檐设计哈，房檐是下列部分应设置房檐型，一个是疏散的楼梯间，一个是前室，一个合用前室，一个是避难层，这就是设房檐的。但是呢，咱们可以看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的看一下，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的特点呢？就是说哪些可以不设啊？这设是要这样的，那么不设的是哪些呢？那第二条上有一个就是超过100米的电梯井设置加压送风方式，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100米的电梯井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30多层的楼的带地下室的电梯井，这个电梯井可能会设机械加压送风方式，就是电梯井里面要做机械加压送风，这个是跟普通的一般的多层不一样，也就是这也是一个区别。下列的那个楼梯间和前室合用前室不设置房檐的不设置房檐系统，一个是利用敞开的阳台凹廊，就是有自然排烟的地方可以不设，知道吧？合用前室设不同朝向可开室外窗的楼梯间，就是这个前室的这个开窗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不同朝向，上海是特殊的这个规定的不同朝向。国家的规范里面没有这个地方，国家的高规里面，没有说不同朝向。看一下啊，36页，高规36页。它这里面只是讲什么呢？就是房檐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可开始外窗面积不应小于2米，合用前室不应小于3米。国家的规范就是面积要求，上海的规范呢就是区别就是要有一个不同朝向的地方。然后就是后面2条呢，就是居住建筑，就是住宅啊，前室合用前室有要求开窗式的楼梯间啊，这个18层的什么，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然后房檐楼梯间的楼梯间，设有机械加压送风时的前室，楼梯间设有加压送风时的前室可以不做啊。消防电梯井设有这个的前室，你要是前室不方便做，没办法，就是消防电梯井里你也可以设加压送风。它这有一个量，可以算这个量，说下面有写的详细应该是多少，这个数是有的。你如果前室，比如现在受条件限制、面积限制什么的做不了，你可以做在这里。消防电梯井和楼梯间同时新设加压送风时的合用前室，这个也都是一些这些特殊的办法。但是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房檐楼梯间的前室合用前室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时，楼梯间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这个是和国家的规范不一样的哈，这点要注意。另外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还有一条我让大家注意，就是这个当 3.1.8， 当建筑的地下部分为1到2层，且地下最底层的地平与室外出口高差不大于10米时，如果封闭楼间首层有直接开向室外的门或不小于 1.2 平米的可开室外窗时，楼梯间可不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就是说，以上的这几种情形是可以不做的。做嘛，就是个楼梯，只要是这3个都要做，消防、疏散、
前室、合用前室、疏散楼梯间、合用前室、地面层这3个，只要是这个原则上都要做，满足刚才我说的这几条的可以不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几个楼梯哈，这个楼梯它地下只有1层啊，只有1层。那么这个楼梯下去了以后，这儿就是朝向室外开了门了，对不对？这个要不要做？不要吧。这个是一个上的楼梯，对吧？它是从这儿直接上来的，对吧？这个咱们看一下这个楼梯，到2层，开窗了，3层开窗了，以上各层开窗的，这个不用做吧？这个哪有前室啊？哪呢？啊，这个前室，这个前室是，我看看啊，这个前室按说应该是做的。楼梯间实际上应该是做的。那我先看一下啊，这个前室是怎么做的？我看一下啊。这个前室是一个暗的前室，那么这是一个房间楼梯间，这是有前室的。那么就是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应该是做的。顶上可以开窗也没用，但是它就是应该做。那么就是说这个前室实际上就应该是做的。如果他要是做的话，那么就是他就应该做。如果要是想前室不做怎么办？就是楼梯间做，楼梯间必须做加压通风。那就是说现在设定就是这个楼梯间有窗也不行，必须得做加压通风啊，必须得做加压通风。这就是这个楼梯间哈，现在咱们先记住了，就是这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要做机械房间的，对吧？这边这不是过道前，这是1楼啊。1楼的话它是这样的，从这上去，这是一个下来不用做了，肯定是不用做了。那么就看这上的话，它这个本身楼梯间是有窗的，如果是3层楼梯间看是不用做的。但是它这个前室呢，当时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它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我刚才讲过，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它这个地方就这个楼梯间就不用做了，这个楼梯间是不用做的。然后再看另一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这是向上，这是向下，向下不用做啊，向上。这个是没有前室，这个是没有前室的。就2层，这个也不用做，有自然排烟，这可以不用做。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楼梯间，这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看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敞开的，不是一个封闭楼梯间。
就是一个这个装饰性的，这是日常的一个非疏散流时间，这个就不考虑了。那么我们上来以后就是这个楼期间要做加压通风，对吧？这个楼期间应该是做加压通风。那么下面呢就来看这个房烟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开始排烟了。排烟的话，上海是多少呢？排烟的排烟上海是2000，但是多大开始就要做的呢？100，大肠、中庭，然后其实也就是基本上有人的和易燃的都要做，还有就是走道，然后这些地方是可以不做的，就是这个满足这个可以不做的，就是旅馆外走道采用这个除旅馆外，现在偏偏它就是旅馆啊，这个咱就不管了。走道回廊设有排烟设施，建筑中单元面积小于100平米的房间，那也就是说你走道上做的话，100平米以下的房间是不用做的，超过100平米就要做。然后就当室内或走道设有符合要求的排烟设施时，无可燃物或可燃物较小的独立房间分区的中庭和大堂可以不做，这个是可以不做的。然后就是机电用房，然后就是小于300平米的甲乙丙类仓库，就是仓库在小于300平米的仓库可以不做，甲乙丙类的仓库可以不做。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房子了，这个呢就是酒店的大堂，这是酒店大堂。那么我们要是说独立的房源分区呢，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可以把它这儿挡烟池地，然后里面我就是做排烟，这个是个走道嘛，对吧？20米长以上的走道就要做了。那么我们这儿划开，这是一个房源分区，那么它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房源分区来考虑，对吧？这边大堂酒吧要不要做？要做，这边是要做的。那么这个做的是怎么做呢？就是按照